乌精锐狂轰俄装甲，前线大逆转，俄军5万兵力遭重创。乌军切断俄补给线，巷战火光连天，清剿俄渗透小组。乌军空袭克里米亚，黑海沿岸惊现巨响，俄军防空全面告急。挥掏1000亿驻乌，德国加强备战，俄乌战局与国际博弈再升级。乌克兰为何加购27套爱国者唯一生存选择曝光。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2025年11月11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356天。这个冬季的战场终于传来了一连串振奋人心的消息，多条战线捷报频传。乌克兰军队在东部与南部方向的主动反击，正在一步步改变前线态势。首先来关注乌克兰战场上最为焦灼、战况最激烈的地区波克罗夫斯克。据悉，当地局势依然稳固，乌军在保持防线完整的同时，正逐步清除被困在包围圈内的第3批俄军部队。前线指挥部队表示，尽管战斗持续高强度进行，但乌军已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市区防御体系依旧坚挺。战术上，乌军强调无人机与步兵的协同防御，仅依赖无人机墙难以阻止俄军渗透。战场技术上，俄军为了防御无人机攻击，给坦克加装了沉重防护结构，使车辆外观像刺猬，但严重影响了炮塔旋转和作战性能。相比之下，乌军在战车上加装的防护轻巧高效，例如意大利援助的半人马 B1 轮式装甲车就被乌军伞兵部队加装了改良防护。复盘过去2日的战况可见，乌军在城外两侧的反攻进展顺利，西侧俄军防线几乎没有组织起有效抵抗即被突破。有消息指出，乌克兰雄狮营近日在此地取得重大进展，俄军试图以小股部队和轻装车辆为先锋，沿战壕带推进至乌军阵地外缘，意图侦察乌军防线薄弱点并伺机渗透。然而雄狮营早已侦测到这一动向，乌方情报无人机在夜间拍摄到俄军车队集结画面，随即将坐标传回指挥部。在得到授权后，乌军迅速展开多层打击，首先由无人机投弹组发动先制攻击，摧毁了敌军前列2辆装甲车，随后炮兵分队接力，用精准制导炮弹轰击其后续部队，造成车辆联手爆炸。整个过程不到15分钟，俄军小队被迫弃车逃散，多名士兵在撤退过程中被乌方狙击火力压制。据悉，多辆俄军虎式装甲车被炸成废铁。这次成功袭击是雄狮营近来连续几场反击战中的又一次胜利。该部队以灵活机动、善用无人机和小队战术著称，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已成为乌军防线的重要支撑力量。与此同时，乌军正在对西南突出部的俄军进行反包抄，一旦打通关键线路，波克罗夫斯克的战场态势将出现根本性改变。在波克罗夫斯克以北，乌军已形成对沙霍夫地区俄军的包围。虽然被困俄军人数尚未确认，但这一战术行动标志着乌军在北翼取得重大突破。一旦清理完沙霍夫一线，整个多布里亚皮利亚突出部将被彻底削平，俄军在顿涅茨克北段的攻势将遭受沉重打击。还有军事分析人士指出，波克罗夫斯克目前是乌东战线最激烈的交火区域之一，俄军在这里不断投入兵力，试图突破乌军防线向西推进，而雄狮营等乌方部队以小规模精确打击的方式，极大地削弱了俄军装甲力量，有效拖慢了其攻势节奏。可以说，
这场战斗虽然规模不大，却再次体现出乌军在战术层面的成熟与高效。面对俄军密集的火力和兵力优势，乌克兰部队通过无人机侦察、快速打击和灵活撤离的三步法，不断在局部战场取得主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僵局也正是靠这种一场又一场的战术胜利维系。目前俄军现在在波克罗夫斯克战区的推进速度极为缓慢，伤亡惨重。分析人士指出，普京此前希望在2月底前完全拿下顿涅茨克的计划，如今已成为空谈。另外，波克罗夫斯克的俄军损失之大，甚至令一些俄方军事评论员震惊。据俄战神斯特列科夫的战友卡拉什尼科夫称，损失堪比2023年巴赫穆特战役，甚至与二战德国入侵波兰时期相当。他批评克里姆林宫对俄罗斯民众隐瞒了这一军事灾难，并认为俄军可能会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开源情报显示，乌军对俄防空体系造成严重打击。战前，俄军约有56个 S-400 防空营，其中31个已被乌军摧毁，意味着俄军最精良的防空力量超过半数被削弱。由于经济制裁和资源限制，俄军几乎无法在短期内恢复战前水平。围绕波克罗夫斯克的局势，乌克兰总司令希尔斯基发表了明确声明，驳斥了一些门户网站夸大或误导性的报道。近日，多家媒体以乌东重镇将被攻克、乌军红巾城突围失败等标题博眼球，但希尔斯基强调，这种宣传完全不符合实际战场情况。希尔斯基指出，他本人几乎一直待在波克罗夫斯克前线，俄军攻势已有所放缓。分析人士认为，俄军可能在积蓄兵力和补给，以待后续行动。他强调，波克罗夫斯克是防御工事坚固的区域，尽管俄军在部分地段取得局部突破，但整体局势仍牢牢掌握在乌军手中。他还向全国民众保证，没有理由恐慌，并透露，即便战局出现不利，乌军还有 B 计划和 C 计划以应对。希尔斯基透露，俄军目前在波克罗夫斯克集结兵力约5万人，自10月以来已损失约3万人，损失比接近1:1。乌军的后勤补给路线已完全恢复。他本人几乎将全部时间投入该地区的前线指挥。乌第7空降旅发言人也证实，自11月初以来，乌军已在波克罗夫斯克城区内击毙71名俄军，重伤36人。尽管米尔洛格勒方向仍然紧张，但整体局势正在好转。在乌克兰战场东北方向的库皮扬斯克，乌克兰部队经过数周激战，已经重新控制了城区的大部分区域。乌军发起短暂反击，据第3军团通报，目前城内仍有约60名俄军残余。最新传出的战地视频显示，乌克兰特种部队正在库皮扬斯克市中心与俄军展开激烈交火。目前与潜入城区的俄军武装分子的巷战仍在持续，现场火光与爆炸声不断传出，街区间的战斗异常激烈。乌军方面表示，他们正在逐步清剿俄军渗透小组，确保城区关键区域不被突破。与此同时，在城市以北，乌军成功切断了俄军重要补给线 P79 公路，并继续向东推进，试图包围驻扎在该地区的俄军步兵部队。战场观察人士指出，这一进展使得俄军在库皮扬斯克北岸的阵地岌岌可危。在沃夫桑斯克，交火主要发生在已被毁坏的建筑群之间，而俄军则在边境沿线进行机动作战。在巴赫穆特以西的恰索夫亚尔方向，乌军发动了久违的反击行动，重新夺回了西南部的勒文托夫斯基区。这片区域3个月前曾被俄军占领，并被象征性地升起旗帜。如今乌军再度插上蓝黄旗，意味着他们重新掌控了这座关键高地城市的西南门户，也为后续反击巴赫穆特周边创造了条件。在康斯坎丁尼夫方向，
俄军试图趁夜雾发动一次摩托化突袭，但被乌军侦测系统提前发现，突袭部队在田野中被精准火力拦截，多数士兵当场丧生。与此同时，俄军还试图从奥列克桑德罗、苏特利内方向突破，向亚西德卡别墅区推进，但遭到顽强抵抗。目前战斗仍在持续。在多布罗皮利亚战区，乌克兰军队的攻势依然稳健且有条不紊。乌军第一军团在遭受俄军炮火轰炸的情况下，持续向卡泽尼托列茨河方向推进，并成功夺取马亚克村西北高地的林代阵地。同时，其他部队沿赫克托瓦沟向尼卡诺里夫卡推进，而从多罗日涅方向东进的部队也重新夺回了尼卡诺里夫卡西侧的森林阵地。俄军在潘基夫卡北部撤退后，又在西北方向的林地内重新构筑阵地。总体而言，乌军已经进一步加固了对俄军包围圈的掌控，而俄军则试图稳固包围圈内的防线。南线扎波罗热，俄军不断渗透，插旗并拍摄宣传视频，但乌军无人机已将这些旗帜清除。根据 ISW 战争研究所报告，近期乌军还阻止了俄军在扎波罗热以东的推进。突击队已清理索洛德克沿线的俄军，并在波尔塔夫卡附近进行清剿，迫使俄方撤退。我们可以看到扎波罗热州索洛德克、西米克拉伊夫卡、里夫诺皮利亚、诺维、新乌斯皮尼夫斯克一线的灰色地带明显扩大。令人遗憾的是，俄军凭借兵力优势正在取得进展，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已经出现不确定，这种态势可能威胁到胡利艾波勒。一旦里夫诺皮利亚被占领，俄军就能从北侧打开向胡利艾波勒推进的作战通道，同时也会增加乌军在泽列内盖与维索克耶一线防守的难度。胡利艾波勒一直是俄军无法攻克的坚固要塞，过去俄军曾多次尝试从马尔福皮尔方向突入，但均以失败告终。如今随着新的突破口出现，乌军在这一关键地区的防御将面临新的挑战。与此同时，乌克兰的远程打击仍在持续。据最新消息显示，俄罗斯罗斯托夫以南的巴泰斯克和亚速方向接连发生剧烈爆炸，多架无人机曾在事发前出现在这一地区上空。目前，俄方防空系统已全面启动，具体损失仍在核实中。另外，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变电站，导致包括科列涅沃在内的多地停电，夜空中闪现出巨大的火光。而早前被袭的沃罗涅日第一热电厂也传出最新消息，乌军3枚导弹精准命中能源机组，其中2枚摧毁锅炉建筑并损坏涡轮机，另1枚穿透厂房屋顶，使当地供电与供暖能力大幅下降。这座电厂于2019年启用，是俄方最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之一。11月9日晚，乌克兰还对黑海沿岸和克里米亚地区发起新一轮精确打击，多处俄军关键军事设施遭到摧毁。根据 Astra 等媒体报道，乌军无人机如蜂群般突袭了克里米亚赫瓦尔杰伊斯卡亚油库以及站科一的变电站。尽管俄军沿海防空系统紧急启动，但克里米亚各地仍传出剧烈爆炸声。画面显示，油库周围烈焰冲天，火球不断喷向空中，站科一空军基地也闪现火光。目前尚不清楚变电站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目标被袭。该变电站不仅为站科一和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供电，还通向扎波罗热的梅利托波尔，因此乌军此次行动将对南部战场俄军部署造成直接影响。俄罗斯媒体报道称，俄罗斯已在克里米亚限制移动网际网络接入。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发生袭击或其他重大事件时，当局不希望相关内容被记录并发布到网上。早前一天，辛菲罗波尔的一座弹药库也发生爆炸，大量武器装备被毁，这可能是亲基辅游击武装所为，他们长期在克里米亚破坏俄军后勤和交通枢纽。与此同时，
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港，该港口是黑海东岸的重要军事与石油出口中心。港区炼油厂起火，居民家中可见火光，并听到远处海面传来的巨响，显示破坏程度相当严重。此次乌军对克里米亚与俄黑海沿岸的空袭通常是同步进行的，属于系统性打击行动，旨在全面削弱南部战场俄军力量。最近俄乌局势及国际动态接连出现多条值得关注的消息。最新消息显示，西方国家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支持乌克兰的计划正在推进。挪威宣布将出资1000亿美元以推动这一进程。据路透社报道，挪威计划从其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拨出1000亿美元，作为欧盟的抵押担保，以促使价值140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产转移至乌克兰。此前，比利时曾因所谓法律风险阻碍资产转移，实际上是出于对莫斯科反应的顾虑，并希望与欧洲共同分担责任和风险。而此时，北欧国家挪威挺身而出，为乌克兰提供支持。值得一提的是，挪威虽非欧盟成员，但属于北约，并认为俄乌战争直接关乎整个欧洲安全。此外，挪威拥有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资产规模高达 1.7 万亿美元，使其有能力提供这笔担保。挪威首相乔纳斯·加尔·斯特勒已下令相关部门提交详细执行方案，标志着计划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北欧国家一向坚定支持乌克兰，这与地理和安全考量密不可分。与此同时，美国也曾表示支持欧盟方案，主张利用被冻结的俄资产援助乌克兰，但白宫政策多变，效果尚不确定。在此背景下，比利时的安全形势也受到关注。英国已向比利时派遣军队和军事装备强化防御，近期3架不明无人机在比利时多尔核电站上空盘旋，这是近来第4次类似事件。此前，布鲁塞尔机场也因无人机被迫关闭。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俄方施压比利时，试图阻止1400亿美元资产转移至基辅的举动。另外，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表示，鉴于俄罗斯威胁，德国必须做好备战准备。德国重工业已开始向国防生产转型，但外界仍不确定调整能否及时满足军事需求。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他准备与美国国务卿会晤，但强调莫斯科在战争结束条件上不会让步，并称仍在等待华盛顿确认8月安克雷奇峰会协议的有效性。然而，该峰会实际上并未达成任何实质协议。俄罗斯方面，政府已将网际网络控制权交给了俄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管局，赋予其重新路由流量、开启审查以及隔离俄罗斯网络的权利。官方声称，这一举措旨在保障俄罗斯人的网络安全，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极为便利的舆论控制手段。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政治状况也影响到乌克兰的军援。由于长达40天的政府关门，自10月1日开始，为美国历史上最久的一次，原本通过北约向乌克兰输送的武器供应暂时中断，涉及安拉姆导弹、宙斯盾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系统。好在根据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两党已达成协议，政府关门即将结束，乌克兰援助有望恢复。泽连斯基近日在接受《卫报》采访时透露，乌克兰计划再向美国订购27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并希望欧洲国家也能继续提供同型号装备。消息一出，引发不少质疑，拦截率已经降到 6%， 为什么乌克兰还要买？首先要明白，爱国者系统如今对乌克兰来说，主要是战略防御工具，而非战场防空武器。乌军并没有足够数量的爱国者覆盖前线，有限的几套系统必须优先保护基辅、利沃夫等关键城市。这不仅是为了防止民众伤亡或基础设施被毁，更关键的是守住乌克兰的军工厂、能源与经济命脉。只有后方安全稳定，国家才能持续生产武器，维持补给链，这场战争才能打得下去。至于前线，
乌军面对的最大威胁来自俄军的滑翔制导炸弹。发射这些炸弹的苏-34轰炸机往往在远离前线几十公里的安全空域行动，早已超出乌军野战防空的射程。即便未来获得更多 F-16等西方战机，也很难短时间内改变俄军的空中优势。俄军防空体系层层叠叠，保护范围极广，让乌克兰空军即使能取得战果，也难以真正掌控前线制空权。那么，既然爱国者拦截率低，为何乌克兰还要加购？原因在于乌克兰几乎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虽然欧洲的 SAMP-T 或德国的 IRIS-T 系统理论上性能不输，甚至优于爱国者，但生产量有限，交付速度慢，难以满足乌克兰的需求。相较之下，美国的爱国者是唯一可以规模化生产、持续供应的现代防空系统。拦截率下降确实是事实。据美媒报道，乌军公布的战报显示，爱国者在拦截俄军新一代机动弹道导弹时，成功率只有约 6%。这是因为俄军的导弹在末端机动能力上大幅增强，而美乌合作改进的演算法未能及时跟进。不过，最近乌方的数据又显示拦截率似乎有所回升，可能是因为俄军空袭密度下降，也可能是系统经过升级优化。总的来说，无论性能如何起伏，爱国者依然是乌克兰反导体系的核心支柱。它不完美，但却是乌克兰眼下唯一可行、可获得、可持续部署的选择。在俄军的高强度导弹攻势下，乌克兰别无他法，只能继续依靠爱国者，哪怕这张防空伞并非坚不可摧。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